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我又来到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了啦，因为 S1K 要来了啊。可是你们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 ，S1K 应该已经过了啦。现在距离 S1K 还有1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在这里了。要拍照，要做 video， 雪邦这样大，要跑来跑去麻烦，所以我们带这个来。这个就是 Segway 最新发布的一台电动 scooter 啦。这个 scooter 啊，有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这一台 scooter 呢，它可以走 off road 的。 现在到手了，我们就开箱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料啦。啊，这一台 scooter 呢，我们可以在它的盒子上面看到啊，它的 maximum range 啊是70公里，比很多 PHEV 的车啊用纯电模式驾得更远。这一台电动 scooter 呢，它的 motor 啊是1600瓦的 motor， 但是马来西亚是有限速啦，马来西亚版本只可以驾25 km/h， 但是如果你跟 KTS 他们买的话，可以要求他们帮你解锁，就可以驾更快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这一台哦，跟我之前介绍过的那一台啊，我自己的 Segway 比较小台的啦，是有很大差别。我那台是 front wheel drive， 这台是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啊。为什么要后轮驱动呢？等下我们试驾的时候再来跟你们讲解后轮驱动的好处。确实是很重啊，接近30 kg 的重量，这个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大台嘞。在网络上面看的时候啊，看一些照片、一些 video 的时候，都是一些洋人、一些鬼佬他们在 test 这个东西嘛。我没有想到它这样大个嘞，因为那些鬼佬可能比较大只啦，我们亚洲人的身材就比较小个一点啦。这个的组装方式嘞，当然是要先把这个 wire 收好来啦。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把手装好啊。分享一点小知识，这个螺丝看到蓝色这个嘛，这个叫 Loctite， 它原装就已经有给你了。我们骑这种电动 scooter 嘞，会有很多震动，如果没有涂 Loctite 的话，很快它就会松脱。然后在安装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不要一下子把其中一颗绑紧哦，就是你把它绑到差不多要到了的时候，你再去绑第2颗、绑第3颗、绑第4颗。 这样子它才会去到对的位置。如果你一下子就把第1颗绑死的话，这样你的第2、第3、第4颗可能就比较难绑了。这个是我11年的 engineering 经验啦，所以小分享啊。刚刚我就还想直接开机就直接来玩了，可是不能啊，因为它有一个保护机制，所以呢必须要插电，让它充电3秒钟以上。当然充电3秒过后呢，它就会启动它的电源功能。启动了过后，你就可以用 Segway 的手机软件绑定这一台东西。那刚刚我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绑定动作啦，绑定的同时呢，也可以用你的手机软件里面为它做很多设置啊，包括它的 OTA update 也是通过手机软件来进行的啦，所以真的很多玩法。那接下来我们会详细的来评测它。现在我们就让它充电先，明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 Segway ZT3 Pro 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啦 ！Let's go， 直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 Segway 的 ZT3 Pro 啊，整台车长什么样？而且看到吗，在马来西亚 F1 级别的国际赛道的正中间，为大家 review， 应该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做得到了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整体表现是怎么样啊？首先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平整的车把，然后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一般上电动滑板车嘛，这个地方呢，我们是用拇指这样子来顶它，然后来做到加速的。这个就是它的电门。这一台呢，我们可以看到按压下去的时候，这边也会跟着转动哦，也就是讲我们的手啊，其实是可以用我们的虎口，好像驾摩托这样子来转动它，让它加速的。这一点呢，是我没有在其他的电动滑板车上面见过的，真的很加分。再来就是这一台车有 signal 灯，我们只需要这样按一下左手边的这个操控键哦，它就可以打开它的 signal 了。这个也是我没有在电动滑板车上面见过的。不过有一个小我觉得遗憾的就是啊，这个铃铛啊是美诺铃铛来的，机械式的。如果它是电子铃铛，我按的时候它叮叮叮，还是它哔哔，可能那个会比较好啦，我觉得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全新的大荧幕哦，它是一个3寸的荧幕，上面可以显示很多资讯，包括你的蓝牙连接啦、你的电量啦、时速啦，还有你的 Mode E 就是 Eco Mode， 我们还可以换去 Drive Mode 普通的，我们还可以换去一个 S 档就是 Sport Mode， 跟我们开车一样，我们的车很多车在那个 Gear Note 那边啊，都可以换去一个 S 档嘛，加速比较有力，比较有劲。那往下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钩，这个是给你吊带打类的是吗？其实不是啦，这一个钩呢是用来当你要收你的电动滑板车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钩打开，然后往这里扣一下，它就可以把它勾起来，就可以把它抬上你的车。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扣，毕竟我以前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啦，所以我对这种机械结构的东西很讲究。它是2段式的，只需要这样卡一下，它就很稳了。那如果要解锁呢，往上拉，往下一推，它就打开了。然后当然这个 daylight 很漂亮，你们现在可以先在评论区下面打上来，这个 daylight 像哪一款车或者哪一款摩托车，先打上来。等一下
下我们影片继续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一不一样了啦。然后当然有很多 reflector 啦，为了安全考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间这个位置哦，好像一个兰博基尼的那个 start button 的位置，这个是它的充电插槽，这里有一个软胶盖，打开来下面有一个洞，就可以让你充电。然后它的这个踏板呢，上面有一层软胶哦，你踩在上面比较 grip， 不会滑动。当然这一台 Segway 的 ZT3 Pro 呢，它有一个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它比起一般的那些电动滑板车啦，它是拥有前后 suspension 的。然后这个 suspension 呢是双臂的，就是上面跟下面都已经绑起来了的。这种方式的 suspension 呢，一般上我们在脚车上面看得到，而且是那种 enduro 或者 downhill bike 啊，就是那种 off road 的，没有错。这一台 ZT3 Pro 它可以 off road， 而且很多外国博主都已经把它开去 off road 了。后面这里其实也可以安装一些他们 Segway 的 accessories 啊，但是我们没有买啦。Brake 方面这一台呢，它是前后 disc brake，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它的 disc brake 呢是那种 mechanical 的 disc brake， 不是跑油的啦。我们把这台车开进马来西亚雪邦赛道，一边开一边跟大家讲解啦。Let's go！ 像我们这种在 track 里面 track walk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到这台车啦，而且它还有避震功能啊，也就是讲，如果我们去到 Apex 的时候呢，它也是有一定的避震效果。很多外国博主啊是直接把这台 ZT3 Pro 啊开去 off road 的啊，好像现在是一个下坡路啊。其实这一台车呢，你可以用手机的 apps 啊来控制它，你要它的回收动能的那个力道啊是 medium 啊还是要强啊？好像我是 setting 在 medium 啦，所以我们在下斜坡的时候，只要不按它的电门的话呢，它就会慢慢的插电，然后它会把那个速度慢慢减下来。那如果要加速的话呢，只需要把它的电门按下去，或者用转动的方式呢，整台车就会加速了啦。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解锁这台车啦，所以用 Sport Mode 呢，它的最高时速也是25 km/h 罢了。前面呢有一个坡道，这一台 Segway 的 ZT3 Pro 呢，它是可以应付25%的斜坡，所以比起之前我们骑过的那些比较小型的电动 e-scooter 来讲的话，这台 e-scooter 呢，它在面对斜坡的这个能力啊，哇，是来得更加的强大的。我就不相信还有其他人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把整个十磅包下来拍这种影片。包10磅的费用4个小时是6万块啦，所以Segway 度啦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前面的这个不是车头灯啊，其实是一个 daylight 来的，是一个打叉型的 daylight。这个 daylight 看起来真的非常好看啊，没有错。这个 daylight 的 design 啊，看起来就很像最近宝马的一款 Adventure Touring Bike 啊 ，GS 系列的摩托啊，真的很好看哦。OK， 当然这一台 Segway ZT3 Pro 也是有车头灯的啦，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它的把手那边按一个按键哦，就可以把它的车头灯打开了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弯道啊，其实它是一个大斜坡来的。如果我们的车啊要上这斜坡，其实很吃力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Segway 全油门的情况下，轻松就可以直接把它开上去哦。毕竟它在应付这种坡道的情况下呢，还是有一套的。然后这一台 Segway 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它的这个脚踏板啊是非常的宽哦，所以你可以2个脚一起踏平。然后它是可以承载120 kg 的重量啊，所以如果你的重量是60 kg 以下的话，真的2个人骑上去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巴啊，有一个小尾翼啊，这个小尾翼除了可以挡泥、挡沙、挡水以外呢，一个脚还可以把它叠上去。看完了这一台 Segway 的 ZT3 Pro 过后呢，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辆车真的跟我以前玩过的那些电动滑板车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变得更加大台，还有1600瓦的这个马达，输出力很强，动力很强劲。再来就是电动滑板车，我真的没有骑过可以 off road 的，我没有骑过有 suspension 的，我没有骑过这个巧克力胎的，可以拿去走 off road 的，好像我的 Adventure Touring 的摩托一样。然后后面还有 monoshock 的 suspension， 很多新奇的东西让我发掘。再来就是我之前骑的电动滑板车都是前轮驱动的，这一台是后轮驱动的。后轮驱动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尤其加速的时候，我们的人的重力啊是会往后移的。当我们人的重力往后移的时候，后轮驱动的电动滑板车呢，它的轮子的 grip 就会比前轮驱动的那种滑板车来得更加好。这些都是这一台 ZT3 Pro 给我感受到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台滑板车的价钱呢？你们大家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找到一个 link 哦，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了。当然，你们只要打上我的这个 voucher code ATH3 Pro 呢，就可以享有高达288块的 offer 啊！平时你们等什么 Shopee 双11，一年只有一次的，拿它的 Shopee voucher 啊，只可以扣最多100块、120块。这次用我的 voucher ATH3 Pro 直接扣288，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怕被人家偷？所以呢，它是有内建的 Apple Find My 功能，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把这台东西 login 进去你的 Apple Find My 的 app 里面，它去到哪里你都可以知道。再来就是它有一个密码
码开锁功能，好像我是已经设定密码了啦。在它的方向键这边呢，你可以设定你自己喜欢的，有一个红色的锁头嘛，那我的开机方式呢是按上下左右，看到吗？它就会开机了。所以你也可以设定你自己喜欢的开机方式。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去他们的官网上面购买哦，我会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有机会我们再把这台东西带去 off-road 拍影片给大家看。今天这一集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也要跟它嘟下去。我不只会讲车，我还会讲电动滑板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